大家好，我是猫盾，今天我们来聊命魂孙尚香和王元姬上线后的女团队伍要怎么配置。有一点还是必须要事先声明的，现在的女团并不强势，这只是女团现实所能组织的最强队伍配置，所以没有特意去组女团的必要。女团玩家目前只有两个方向，一是有无火 SP 貂蝉的纯女团队，和没有 SP 貂蝉的后宫队。新区玩家如果还没有无火貂蝉的，也可以暂时先用着后宫队。第一支队伍是有 SP 貂蝉的纯女团队，造价会比较高，因为需要2个 SP 武将和2个命魂武将。孙尚香需要5红，占1号位吃上古神器的怒气，降低命中效果，和先出手释放怒弓减怒。目前命魂孙尚香已经是女团最强的输出，一半也是吃到环境中，普遍上抗无都会比较低的优势。命魂孙尚香的怒弓能吸怒，怒气循环非常快，要不是现在的环境经常会让他被冰封，他还可以有更好的发挥。命魂孙尚香的控怒和控龙魂技的技能也很强势，这是女团是否能胜利的关键之一。只要能成功限制住对面的主输出，女团胜利机会就会多了一半。不过也因为如此，如今的队伍也已不再流行单核。为了应对命魂孙尚香，现在3核的队伍也经常可见，这也导致了本来就缺主输出的女团变得非常尴尬。我好不容易有了个能输出的武将，但环境却已经变成了以多核心输出为主。另外，有玩命魂孙尚香的玩家一定要特别的去提升一下命中，因为孙尚香的命中属性是非常低的，这样就可以避免在为数不多能出手的机会下，怒弓被浪费掉。2号位是诸葛果，虽然诸葛果的虚界现在会被水猴子的冰心无效化，导致他的控怒能力稍微下降了一些，但这个影响并不大，因为命魂孙尚香的加入，刚好就填补了诸葛果控怒缺失的这一块。女团的前期控怒能力实际上是不降反升的。诸葛果的核心技能八卦镜的阴阳2个状态，依旧可以令我方回怒速度和免伤增加，令敌方的回怒速度和增伤减少，所以仍旧是女团不可或缺的怒气循环核心。诸葛果的回怒效率提升，也可以提升命魂孙尚香出手怒弓的机会，所以目前女团还是少不了诸葛果的。3号位是命魂王元姬，至少需要3红才能上场。命魂王元姬进一步提升了女团整体的坦度，也提升了女团施加增益的成功率和抵抗异常状态的概率。不过女团即使有了命魂王元姬，也还是扛不了五子队。我测试用的是3红的王元姬，除非是遇到一些硬件比较差或还不完整的五子队，女团才有机会胜过五子队。如果没有3红王元姬，也可以用专武张星辰或专武真姬来代替，当然在效果上还是会有很大差别的。毕竟命魂王元姬能提供的效果是要比只能提供单一效果的真姬和张星辰要好很多的。4号位依旧是老熟人 SP 孙尚香，主要还是为女团提供治疗增幅和治疗转怒气的机制，顺便也兼职作为女团的收割武将用。SP 貂蝉占5号位，吃上古神器的异常状态命中提升效果，主要功能也是为女团增加坦度，兼打一手魅惑控制和真伤。SP 貂蝉因为可以打全体，加上有龙魂技可以出手，通常都会是女团中输出排行第2的武将。6号位的蔡文姬，则是为了保住命魂孙尚香而存在。命魂孙尚香现在已经是女团中最重要的角色了，因为现在只有她有输出。如果命魂孙尚香太早挂掉，女团基本就输定了。所以现在的女团也非常害怕专门打1号位的队伍，比如马超队。女团的战魂战灵的配置如下：双尚香可以带长驱瑶光， SP 貂蝉弱点瑶光，蔡文姬连携舞曲，王元姬破釜舞曲，诸葛果怒焰瑶光。灵宠主战依旧是白泽，助战卯兔和水猴子。没有水猴子就用鲲鹏或玄武或酸泥之类的来代替，当然坦度会下降非常多。命魂释放顺序依次是孙尚香、王元姬，最后才是蔡文姬。目前的纯女团队还是可以打火烧，
而且也不再像以往一样害怕旅聊队了。不过，这里指的是上一个版本的旧旅聊队，新版本的旅聊队会加入武红命魂马超。这个版本的旅聊队，纯女团还是没办法打的。马超是目前比较克制女团的武将之一，因为马超必定是对着1号位输出的。马超攻击频率高，遇到输出高的，即使有蔡文姬也无法保住孙尚香。即使遇到没有马超的属突，在张苞3打1的机制下，命魂孙尚香也是一样扛不住。如果孙尚香在开局就挂了，那么女团也就完了。所以女团兵不好打有马超在的所有队伍，包括旅聊队在内，而且也很害怕属突。现在反而是在打属控时，女团并不怕，只要硬件没有输太多，基本都是能打得赢的。毕竟关银屏站的是后排，比较容易被孙尚香针对。如果对上五子队，基本都是打不过，除非对面硬件太差。目前纯女团队打主流队伍的胜率大概是这样。接下来我们来看后宫队。女团的另一个方向是不上阵 SP 貂蝉的后宫队。不上 SP 貂蝉的好处就是队伍不再会有只能上女性武将的限制。这么一来，我们就可以借助目前比较强势的男性 SP 武将入队来提升实力。这2位最佳人选，自然就是目前最强势的2位 SP 武将 SP 张辽和 SP 刘备了。他们会取代命魂王元姬和 SP 貂蝉的位置，组成后宫队。SP 张辽的加入，自然是增加了女团的输出。SP 刘备的加入，则是增加了队伍的控制能力。但对比纯女团队，后宫队在坦度上会下降许多。后宫队的灵宠配置和纯女团一样，但对比起来，整个队伍在人员配置的要求上，还是会比纯女团要低了不少。那么，女团后宫队对比纯女团，两者之间的强度又如何呢？首先，后宫队本身就比较怕纯女团，遇上有武红王元姬的，基本打不过。另外，后宫打火烧和旅聊队的能力也会稍微比纯女团弱。而且，对上纯女团不害怕的属控队，后宫队的胜率也会变得很低。后宫队对比纯女团，其实只有在对上硬件差的五子队时，胜率会稍微提升了那么一点点。所以，普遍上完整的纯女团队还是会比后宫队更强的。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